怎么长得这么丑？一点不像朕的太子和二皇子那样玉树临风。因为我随你啊。我能听见他的心声。那2个孩子长得好看，是因为他们的生父是京城第1美男。他说的是真的。陛下，小公主虽然现在看着皱巴，长开了定是个美人。毕竟臣妾的基因在这儿摆着呢。是啊，你的基因好。那2个孩子的鼻子、眼睛和裴丞相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父皇每天上朝对着裴丞相那张脸。陛下，是臣妾伺候的不好吗？这孩子长得确实不像朕。刚出生的孩子都这样，陛下若是嫌弃，臣妾这就让人把他抱去偏殿，免得污了陛下的眼。别碰我，他的指甲里藏着断肠散，上辈子就是这样趁抱我的时候下毒，让我还没满月就夭折了。父皇救命啊！这女人要杀人灭口了。不用，朕的女儿丑点怎么了？丑才安全。父皇，妹妹一直哭，还是让宫人先把她带到偏殿吧。是啊，父皇，我们想跟您和母后玩。这2个小家伙看着倒是挺机灵的，可惜啊，太子从小就爱抢别人东西，二皇子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，这骄纵蛮横的性子跟那个心思不正的裴丞相简直一模一样。都给朕滚开！陛下，孩子们还小，您何必发这么大的火？朕看着你们，只觉得心烦。别照了，再照你也变不成京城第1美男。不过我就喜欢父皇这长相，看着就有安全感，不像裴丞相，看着温和有礼，实则心思深沉，总爱暗中算计。你这小东西倒是会说话。陛下，裴丞相求见，说是为了西南水欢之事。来啦，裴丞相来了，嘴上说着是为了水欢的事，其实是来跟皇后互通消息的吧。西南水欢那笔赈灾银子早就进了裴丞相的私库，他这次来是想让父皇再拨一笔款，好填补他买私兵的空窿。让他滚进来！微臣参见陛下。陛下，西南水患严重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微臣恳请陛下再拨白银300万两，以解燃眉之急。裴爱卿，你觉得朕的太子长得像朕吗？太子殿下龙章凤姿，自然是像极了陛下，是吗？朕怎么觉得太子长得倒是有几分像爱卿你的？陛下折射微臣了，微臣惶恐。太子乃是陛下亲子，微臣怎敢高攀？装，接着装。你那个私库的钥匙就藏在你书房暗格的第3块砖下面，里面不仅有赈灾银，还有跟北蛮勾结的信件。父皇，快派人去抄家啊，晚了就被转移了。王德全，奴才在，传朕旨意。裴丞相忧国忧民，朕心甚悦，特赐御酒1杯，就在这儿喝了吧。陛下，怎么，爱卿不给朕面子，还是说爱卿心里有苦，不敢喝朕赐的酒？陛下明鉴啊！臣侍奉先帝辅佐陛下整整20载，臣对大梁对陛下那是一片赤胆忠心，日月可见啊！臣若有半分谋逆私心，就让臣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啊！哼，别再演了，这般精湛的戏码真是无人能及。你口中的功绩哪一件不是构陷忠良，踩着旁人的冤屈换来的？更何况你昨夜还在皇后的凤鸾宫里待了1个时辰，真当宫里的守卫都看不见吗？哦，不对，这些守卫本就是你的人。昨晚，爱卿昨晚在何处？微臣昨晚在府中处理公务，一夜未眠。陛下，这是做什么？裴丞相是国之栋梁，陛下怎能如此对待忠臣？别动！陛下，
你要杀臣妾？杀你，朕怕脏了朕的剑。父皇威武，父皇霸气，这女人身上喷的香粉里都有催情药，父皇你可千万别吸进去，不然又要被她迷惑了。把窗户全部打开，通风。不可能，这香粉里的催情药我用了10多年，从未出过差错。陛下向来闻了便会心软意乱，今日怎么会突然避如蛇蝎？难道是那个刚出生的孽种搞的鬼？偏偏是他坏了我的好事。陛下，您到底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听信了什么小人的谗言？这孩子是个不祥之人，自从他出生，陛下就性情大变。依臣妾看，还是尽早处理了吧。太过分了！我在你眼里不过就是用来稳固地位的棋子，因为我是女儿，不能继承皇位，所以你才想除了我，免得日后碍了你那2个宝贝儿子的路。她是朕的女儿，是大梁的公主，谁敢动她，朕灭她9族。王德全传朕旨意，将裴文举即刻打入天牢，严加看管。无朕亲笔诛杀守制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奴才遵旨。长乐先生拒绝弑朕，可终究空口无凭，贸然杀了裴文举，百官必定不服。唯有拿到铁证，才能彻底扳倒这对狗男女，堵进满朝文武的嘴，不留后患。即刻将宫内所有守卫换为朕的亲信。另传旨，封存户部、内务府全部账本与钱粮记录，朕亲自彻查。好得很！朕在前方浴血奋战，他们在后方挖朕的墙角，吸朕的血。这算什么？大头还没查出来呢。西北边关的镇守将军也是裴文举的人，他们私卖军械给蛮族，换回来的战马都藏在谢家的庄子里。等到时机成熟，他们就要里应外合，逼宫造反了。王德全，传赵云兰进宫。皇兄，找臣弟何事？臣弟正要去听曲儿呢。去西北，把那个姓李的叛将给朕缉拿归案，就地处决。皇兄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朕若是再不想通，这江山都要改姓裴了。这就是小侄女，长得挺别致啊。你才别致，你全家都别致。这叔叔虽然看着不靠谱，但关键时刻还是挺讲义气的。上辈子父皇驾崩后，他为了救太子被万箭穿心，可惜啊，太子转头就拿他当成投靠裴文举的投名状。皇兄，这孩子眼神有点犀利啊。犀利点好，免得以后被人卖了还帮人输钱。赵云兰叔叔已经动身去西北了，谢婉被禁足在凤鸾宫，赵乾、赵坤也被软在上书房。可裴文举、谢婉心狠手辣，背地里定然愁反反扑。陛下，公主该喝奶了。这奶里加了不好的东西，虽然量不多，但一直喝会让身体慢慢变差。那奶娘不对劲，她昨天半夜偷偷去见过皇后宫里的人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！皇上恕罪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知错了。既然他们不想活，那朕就成全他们。陛下，陛下，再过几日便是公主的满月之日，按照祖制，应置办一场满月宴，宴请文武百官，不知陛下意下如何？不必了，裴谢一党贼心不死，如今暗流涌动，办宴场面繁杂，必定会给他们可乘之机。朕怕有人借机对公主下手，平白生出祸端。办，必须办，不办怎么引蛇出山？谢婉和裴文举正在密谋，要在满月宴上借机生事，到时候他们会利用日食制造恐慌，逼父皇处置我，以安民心。日食，连老天爷都要帮他们。那是自然现象，什么老天爷不老天爷的，
不过既然知道了时间，我们就可以将计就计。既然裴文举、谢婉一心想借满月宴设局害长乐，煽动百官逼宫，那朕就顺其心意办这场宴，更好把这群乱臣贼子一网打尽。王德全，传朕旨意，公主满月宴如期举办。另外，特赦侵犯裴文举，特许其参加满月宴，不得有误。奴才遵旨。多谢大人关心。好戏开始了。天狗十日是大凶之兆啊！上天致敬了，定是有妖孽降世。妖孽还不快快现形！此女乃是天煞孤星转世，她一出生便引来天狗10日，若不除之，大梁国运必将专绝，陛下也会被她克死。陛下，虽然她是臣妾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但为了大梁江山，为了陛下的龙体，臣妾恳请陛下大义灭亲。请陛下大义灭亲，斩杀妖孽，以安民心。请陛下大义灭亲。这老道士裤腰带里塞着一张巨额银票，是谢家昨天给的。他那符筹饼里藏着火磷粉，待会儿他一甩符筹，就会凭空起火，坐实我是妖孽的罪名。父皇，你看，那边的香炉里面加了迷魂香，这群大臣现在脑子都不清醒，容易被煽动。大义灭亲。你说朕的女儿是妖孽？陛下，贫道开了天眼的，这女娃身上妖气冲天。陛下，您这是要逆天而行吗？逆天，这就是所谓的妖气。谢家票号1万两白银，裴丞相，这买命钱给的挺大方啊。皇后娘娘，你说呢？这都是误会。还有觉得朕的女儿是妖孽的，站出来，朕送她去见阎王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大义灭亲，朕今天就成全你们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大义灭亲，那朕今天就成全你们。钱儿和坤儿是您的亲生骨肉啊，孩子是无辜的。亲生骨肉，王德全，端上来。既然皇后口口声声说是朕的骨肉，那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咱们就来验一验，滴血认亲。陛下，滴血认亲乃是儿戏。这是对皇室血统的侮辱！侮辱，让异种混淆皇室血脉10几年，这才是最大的侮辱！
郑如山，还有何话可说？赵渊，你真以为我没有准备吗？动手！赵云兰，裴文举，西北叛将已经被我就地诛杀，你跑不掉了。赵云兰，你来的正好。你以为控制了这里就赢了吗？看看这是谁！太后，别动，谁也别动！这大殿地下早被我埋了整整500斤雷火弹，现就在我脚下。只要我手一抖，咱们所有人，包括这大梁的江山，统统同而为尽！赵渊，立刻写退位诏书，传位于太子赵前，然后你自刎谢罪，否则我就让所有人给我陪葬！渊儿，别管我！雷火弹，哈哈，那几只御膳房的大老鼠昨天半夜都被我用意念召唤过去了，引心早就被咬断当夜宵了，现在那就是一堆哑炮。而且太后脖子上戴的那串佛珠，是先帝当年为了防身，特意找墨家大师打造的，机关就在那颗最大的紫檀珠上，只要用力一按，就会发射暗器。还有裴文举这老东西其实怕死得很，他裤腰带里藏着真正的调兵虎符，他是想拖延时间去调城外驻军。哈哈哈哈！赵渊，你也按珠子！赵渊，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花了重金买的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因为连老鼠都看不惯你这乱臣贼子，把你的引线当夜宵吃了。顺便告诉你，城外的驻军你也别想了，虎符在你裤裆里藏着也没用。领军的副将昨晚已经向朕投诚了。拿下所有叛党！陛下，朕的小福星，这次多亏了你。裴谢一党尽数伏法，大梁朝堂重归清明，再也没人能害我。算计父皇，父皇下旨册封我为长乐公主，10亿万户珍宝赏赐堆成了山。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我就满周岁了。父皇还为我办了盛大的抓周宴，全朝的文武百官都来了。长乐，去挑个喜欢的。陛下，江南旱灾，国库实在拿不出银子了啊！微臣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连朝服都是补的，求陛下开恩。开恩？我看是给你开个抄家的恩典。江南害灾的赈灾款全被这老东西贪了，他家后院假山底下埋了几百万两白银，朝服上的补兵都是用金线缝的，纯纯的巨贪装穷。
来人，帮尚书大人脱鞋。公主既然喜欢这双鞋，定有深意。陛下！爱卿这脚气还是金子做的。来人，抄家，连夜壶都给朕搬进国库。遵旨。父皇下令后，侍卫连夜抄家，从户部尚书府里抄出了300万两家产，江南害灾的银子瞬间就有了着落。启禀陛下，边关800里加急，蛮族骑兵悍然进犯，我军接连失守3座城池，边关防线告急，恳请陛下速速定夺。陛下，连年战乱，百姓早已苦不堪言，不如送公主和亲，赔款割地，暂避锋芒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送长乐公主和亲。和亲能不能有点骨气？蛮族虽然骑兵厉害，但这几天草原上流行马瘟，他们的战马误食了毒草，正在集体拉肚子呢。而且他们的粮草全都囤在乌鸦岭那个葫芦谷里，那里风向干燥，只要派一支骑兵从后山绕过去放把火，烧了他们的粮草，他们不战自负。那个蛮族首领更是个无能之人，一听到雷声就吓得乱了分寸。今晚刚好有雷雨。哈哈哈！传令，朕要御驾亲征。全军听令，踏平蛮夷，寸草不生。父皇依计行事，趁着夜色一把火烧光了蛮族粮草，蛮族战马无力，拉得腿软，被大梁军队杀得片甲不留。那个蛮族首领在雷雨夜被父皇活捉的时候，果然尿了裤子。从此，蛮族不得不俯首称臣，年年进贡。朕的长乐真是朕的福星啊！日子过得飞快，在我一次次的辅助下，大梁国力蒸蒸日上。我也从那个满脸褶子的丑娃娃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。虽然不算绝色，但那是父皇嘴里的帝王之相。父皇身体日渐衰弱，退位的心思越来越重。朕在位数10载，心力交瘁，决意退位，传位于长乐公主。钦此。陛下，女子称帝，闻所未闻呐！否极司臣，乃是亡国之兆。老祖宗的规矩不能破呀！老祖宗的规矩不能破呀！陛下若执意如此，老臣今日血溅金銮殿，以此死谏，让天下人看看这大梁的江山是怎么毁在一个女人手里的。陈太师想死。为了大梁正统，老臣死不足惜。公主若还有良知，就该自己请辞。好一个为了大梁，好一个正。那你告诉我，既然你这么忠心，为何你那个不成器的孙子，昨天在赌坊输了3000两银子，最后是拿你的官印抵的债？你胡说！还有。你那个在通州当知府的女婿，为了霸占城南的良田，勾结土匪，逼死人命，这也是为了大梁正统。这本账册里桩桩件件都是你陈家忠心的证据。太师，你要我当众念出来吗？你想撞柱子成全你的清流名声？但我告诉你，你这一撞掉的不是我的皇位，而是你陈家满门130口的性命。欺君之罪，罪连9族。太师。你要试试吗？长乐。天下交给你了。从那个差点被摔死的丑娃娃到如今的女帝，这一路走得不容易，但我做到了。我这一生定会护父皇安康，守家国太平，开创长乐盛世。